我叫 Ethan， 是个按快门的，偶尔换个身份，当个拖更的博主。我不会，就是装个逼。每天准时8点的闹钟，准时按掉，然后再小睡5分钟。感觉我就像个 NPC， 每天重复着一样的事情：开车、堵车、停车、洗车，然后下雨。下班回家带娃，有的时候娃还没睡，我就先把自己哄睡了。影棚里的日子就像被调成了连拍模式，每天都在用快门和青春换生活，快门次数越来越多，但是我的青春却越来越少。我的工作大部分情况下是枯燥的，有时拍拍照片，有时拍拍视频 Action， 有时拍拍儿子，有时也拍拍孙子。 OK， 来，领导，好，下一个，年会不要那么拘束，领导。职场上你会见到形形色色的同事，别人是行，而我是色色。和老婆的沟通也在这一声声的咔嚓咔嚓里越来越柴米油盐。你下班买点菜，儿子的尿布也要买。我随手回了个好，便把手机放在了一边，似乎我已经忘记和老婆刚谈恋爱时候那种激情，所以我无意间犯下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就是拥有了一个爱好啊，不是这个，是这个。我他妈的我没戴耳机，我耳鸣了。每当我对着前方扣动扳机的时候，枪膛射出的火舌就像是我对生活大声的控诉。换算过去，我的每一声控诉大概成本是2毛5。可是我的生活就好像跟我戴了同款的降噪耳机一样，只看到我一边抛着媚眼，一边投来这2毛5的暴躁。带孩子也没啥不好的，虽然皮了一点，闹了一点，可是这些就是生活琐碎。不怕摔，不怕摔，随便摔，对，随便摔。不怕，不怕，就是造，可劲儿造。别造了，造电视造坏了。艾迪，你要测试它的防水是不是？可能这些生活的琐碎，在他长大以后，他不会记得哪怕任何一个瞬间。但是我拿着相机摁下录制的那一刻，取景器里瞬间就挤满着像素级别的雀跃。带孩子去迪士尼的时候，孩子有些紧张的看着米老鼠和唐老鸭。我恍惚间觉得我小时候没来过迪士尼乐园的缺口被填上了。和他一样，我也是第一次来迪士尼，就像是站在第三人称视角，在观察如果我小时候来了这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能我也会像他一样完全沉浸在这个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吧。妈耶，就这样一个这个，34块9毛9，妈傻子才买。喜欢不喜欢？你好可爱哟。那天对我来说蛮辛苦的，可是并不是带孩子的辛苦，而是30多岁的我共情了一个个在闷热的玩偶头套里工作的打工人。米奇他一言不发，闷头的向孩子们散播快乐，可是他自己快乐吗？有了孩子之后，现在出去玩不光要带相机，还要带孩子，带孩子看展览，带孩子吃好吃的，带孩子坐车，带孩子坐拖车。你第一次坐拖车，小小的年纪。我记得去拉斯维加斯这个旅行，那个时候他还刚学会跑，孩子在酒店的走廊里跑得飞快，我在人行道上车速开得飞快。你不会是在拍这个吧？我是吗？我是那种人吗？啊，你在说什么啊？你就说前面那个，你是说这个钟楼是不是？对，我就是拍这个钟楼。哦，好东西，好东西，艾迪，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楼多好看，艾迪。哎呦，哇！地上小卡片，哎呦！我要从地上捡起来这些小卡片，然后放到我胸口前面拍特写，就会显得我很变态。孩子来这边看大球，爸爸也是来这边看大球。这特写可以。果然，男人喜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我的第一台运动相机是 GoPro 的 Hero 4。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形容这个感觉，就是我拿出来拍 B-roll， 想不到这台相机还能用10年呢。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尤其是我握住这个10年后的运动相机的时候，这感觉很奇妙。就是我这 GoPro Hero 4，它的最高帧率 4K 只有15帧，10年之后 4K 能录120帧，还有 log。你说我10年前能够想象吗？摆在我面前呢，确实3个我们要做横屏的运动相机。但是在做横屏之前，我先想问大家一下，你为什么需要一个运动相机？运动相机的画质现在很多手机都能够赶得上，那你为什么需要额外最多花几千块钱买一个运动相机呢？那我给出的答案就是能够解放你的双手，让你可以很自由自在的投入到你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参与感是运动相机的一个核心，它是一个手机无法替代的事情。你可以用各种各样不同的工具配件，或者是安装的创意，来达到把普通的事情变得有趣的一个方案。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运动相机的魅力所在。大家好，我是 Ethan。那今天我们来横评一下这3台运动相机，也是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3台运动相机 ：Insta360 影视的 Ace Pro 2、大疆的 Action 5 Pro， 还有老牌 GoPro 13 Black。2个国产品牌，一个美国品牌。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今天会获得我们最高评分。那和往常的横评一样，我今天还是会以打分的形式。那因为这次有3个参与者，最高的可以得2分，中等得1分，然后最低的那位是不得分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累积的得分是怎么样的。那首先我先从它外观上一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屏幕素质开始讲起。毋庸置疑 ，DJI 它有 OLED 的屏幕，而且前后都是 OLED 的屏幕，整体的体验上来说会比这2个 LCD 的要亮蛮多的。那色彩的鲜艳程度也是还原的很真实。还有就是大疆的这个屏占比，在这3台里面是最舒服的。感觉是最简约最好看的。那影视和 GoPro 呢都是 LCD 液晶屏，但是影视分辨率会稍微高一点。GoPro 屏幕在3者里面是质感最一般的。那屏幕质量这方面，2分给大疆，1分给影视 ，GoPro 不得分。那虽然说屏幕的素质大疆是最好的，但是在屏幕的一些细节设计方面，我会更喜欢影视的这个翻转屏，这可以让你在自拍时候获得更大的预览视角。相比之下，大疆和 GoPro 都能在前置的屏幕看到预览，但是呢，面积确实是没有这个大，所以影视前面那个小屏幕呢，它只是用来看参数的屏幕，它预览还是要看大屏幕。这个东西，说实话，任何的东西都有两面性嘛。当你获得一个翻转屏幕的时候，它的荷叶的地方就会比较的脆弱。说实话，我会比较担心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极限运动员，你拍的是一些很危险、摔击率比较高的运动项目的话，这个东西反而可能会成为一个风险。我建议拍的时候尽量还是不要打开。可是如果你不打开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在前面预览。所以极限运动博主的话，这2个会更适合你一点。如果今天我是站在一个我一样的自媒体博主，拍点 vlog 记录生活而已，我真的是更喜欢这个。而且这个，当你把翻转屏翻转到差不多90度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腰屏取景器，像比如说我拍我孩子的时候，他跑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放很低，也不用弯腰去看。那相比之下，会比这2个记录生活拍 vlog 要方便一点。这个相对比较主观，但是呢，屏幕设计上我会更喜欢影视的这个，所以这2分给影视，大疆这边给1分。因为虽然说它前面这个屏幕
也比较小，但是它仍然是全触屏的 OLED 屏幕，会比 GoPro 这个要多一个操控的功能。那 GoPro 是里面最不方便的。假设我在自拍的时候，确实我前面可以预览，但是我万一发生了一些误触什么的，我必须转回来调试好，再翻回去继续自拍。然后还有一个说实话，我也觉得挺重要的，就是整体的 UI 操作，整个用户体验下来的话，我觉得最一般的是 GoPro， 因为它有一些菜单真的很卡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有一点掉帧的感觉。有些菜单设置你可能要摁下超过1秒钟它才会跳出来，然后呢，滑动菜单的时候也并不是特别的流畅。那再看国产这2台，它们都非常的丝滑，整个操作起来都没有任何的卡顿和不流畅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 GoPro 的视频拍摄菜单，我觉得有一个逻辑非常不好。比如说我现在滑到最下面，我设置完成了，我要往回退出，我左右滑都没有用，而且呢，它上面也没有一个悬浮的后退按钮，我必须滑好几下，滑到顶，然后点后退，我才能回到拍摄界面。说实话，这个菜单很长，没有一个悬浮的后退按钮是真的很不方便。那这个操作逻辑上的话，在我这边是比较减分的，所以这个 UI 使用体验呢 ，GoPro 仍然不得分。国产这2台，我觉得他们并不能分出一个高低，所以我两边都给1分。那接下来讲一下音频，音频呢，我个人认为音质比视频的画质来的更重要，所以音频得分我也是非常看重的。那首先讲一下他们内置麦克风的音质，那大家先看一下我的测试。好，现在我是在一个人比较嘈杂的地方，然后我现在说话的音量也没有到特别大声，尽量不打扰到旁边的人。然后我现在 Ace Pro 2我开的是智能人声增强。那 DJI Action 5 Pro 这边，我用的就是默认的自带的麦克风，没有做任何的设置。然后 GoPro 这边也是一样，也就是说，现在3个都是机内麦克风，我们来听一下哪一个音质是最好的。没错，大家可以很明显听得出来，有着这个人声增强的这个饮食的 Ace Pro 2，非常的明显，它就是3者里面内置麦克风音质最好的。那这2个呢，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虽然说他们的人声在嘈杂环境下并不如饮食的这个来的突出，但是呢，大疆至少它的声音3频是均衡的。那反观 GoPro 这边，大家也听得出来，它的3频，说实话中高频挺闷的，对不对？我再给它仔细听一下。那 DJI Action 5 Pro 这边，我用的就是默认的自带的麦克风，没有做任何的设置。然后 GoPro 这边也是一样，也就是说，现在3个都是机内麦克风，背景音和人物声音其实都差不多的比例，不会像这个那么突出。但是大疆这个明显声音要清楚很多，通透很多，这个真的声音很闷。所以内置音频的部分，饮食拿2分，大疆拿1分。GoPro 还是不得分。那内置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外置音频的一些配件，看一下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能够提升音质的方法。饮食目前来说没有外接的音频配件，大疆呢也是这项的2分获得者，它呢有着 DJI Mic 2，它内置了接收器，所以它可以在不增加额外接收器的情况下来达到无线收音的效果，所以无线收音就意味着你能获得更多的收音可能。好，那现在听到声音是来自 DJI Mic 2无线连接着 Action 5 Pro 录出来的声音。那无线麦克风我就可以摆脱距离上的束缚，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可以无论隔多远，我都可以录制清晰的音频，不会说出现音量不均的状况。那 GoPro 这边呢，我当时购买它的时候，我买的是这个创作者套装，所以呢，它有附带一个类似于兔笼的东西，然后上面有一个外接的麦克风，还有一个灯。这个麦克风呢，给大家听一下测试效果。好，现在是 GoPro 的内置麦克风，背景放了一个城市白噪音的效果。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GoPro 它外接了这个内容创作者的麦克风之后，它的音频会不会抵消掉背景的这个白噪音？那确实在屏蔽背景噪音的目的上，它确实会比内置麦克风好一些吧。但是说实话，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麦克风和这个饮食的人声增强的对比。那作为对比，音响360这边虽然它没有外置的音频配件，但是呢，因为它有智能的人声增强模式，所以我来看一下 GoPro 这边这份钱到底花的冤不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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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不冤？冤不冤？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蛮鸡肋的？就是哪怕现在我讲的是外接音频的评分，它如果单拎出来卖的话，它是卖$80。等于说，我今天如果是一个 GoPro 的用户，我花了$80买了这样一个外接麦克风，我希望能够获得提高音质的效果。但是隔壁邻居饮食这边，你1分钱都不用额外多花，只要在设置里面开启智能人声增强，就可以获得比它更好的效果。那这个东西它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
我不知道，所以外接音频这方面，大疆肯定拿2分，这没得说。但是1分我真的不想给他，哪怕他有外接音频的外设，我这1分我还是给影视，因为他这个虽然说不是外接，但是音质确实会比 GoPro 这个要好。我也提到了，我这个是一套嘛，是在创作者套装里面有的。那这个灯我也来提一下吧，虽然说其他2家都没有补光灯，那这个补光灯呢，它的想法是不错的，但是我无意间把它放在桌子上，我发现，它怎么灯光的中间部分会比较偏冷一点，外围一圈会比较暖一点。那我也拿了我视光的 C800 光谱仪来测试了一下，说实话，这个东西灯啊，它不便宜，它单卖的话，零售价是$50，所以我拿了光谱仪测它也不冤吧，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人会有需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光谱仪测出来的结果，光源的中心呢 CRI 还可以吧，对于这种小灯来说有到94没什么太大的毛病，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色温，它竟然冷到9000K， 然后呢我再测了一下它外围一圈，就是偏暖那一圈的颜色，色温稍微比9000K 接近了标准日光5600K， 现在是4800K， 那偏暖一点嘛。但是呢，它 CRI 降了蛮多的，尤其是 R9， 那 R9 是红色，所以呢，它控制比较多的是肤色啊这种比较暖的颜色。那 R9 如果比较低的话，那肤色的还原也会比较差。具体影视光线这个评分，我之前有出过一期影视光线，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GoPro 出这个东西，它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劝他别出发，这个东西你拿出来卖钱，我说的我觉得有点离谱。包括它的这个材料也并不好，塑料感很重，而且外面非常不耐磨。我这个才买了1个月左右，上面已经满身都是划痕了，所以这个东西我很不推荐。那当然这题外话了，那我们下一个东西。好，那来说一下他们各自的价格。那首先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套装。所以我站在我的一个角度，我个人使用下来，我会需要3块电池，我更希望有一个座充，所以我就按照在标配基础上额外再多2块电池，也就是总共3块电池，再加上一个座充方便我充电，这个使用状况来看一下3家各需要花多少钱。首先 GoPro 和影时他们都不具备这样的套装，所以我必须在标配基础上单独再购买一些配件。那 GoPro 呢，我以正常零售价来算哈，因为我截图这边它有一个折扣，但是考虑到公正性，我 GoPro 这边算原价 ，GoPro 加上2块电池和一个座充，所以最后价格是479块9毛8美金。那 Insta360S Pro 2这边呢，双电池套装，额外加1个电池，再加一个座充，最后我得到的价格是504.97，这都税前的哈。DJI 这边呢，它直接有一个，我不知道翻译应该叫什么冒险者套装吗？它是卖449，在我要求3块电池加一个座充基础上，还有多一根自拍杆，但是呢，它价格是最便宜的，所以价格这项2分给大疆，1分给 GoPro， 影时这边不得分。好，接下来讲一下大家最关心的画质部分。那画质这部分我不会讲照片的部分，因为我个人还是着重于视频拍摄的需求。我首先讲一下夜景的画质。那夜景画质呢 ，GoPro 这边就纯属陪跑了，因为它完全没有夜景模式。大疆和影时都分别有自己的夜景模式，他们呢最高帧率都可以到 4K 60P， 那他们也是一样都没有 log 模式。画质说实话不分伯仲吧。那确实大家看到的样片、测试片画质真的一般，我这个画质真的说不上好，因为毕竟运动相机它的限制就在这边 ，CMOS 1小肯定这个弱光环境下画质是没办法有好的表现，只能说矮子里面挑高个吧，这2个各得1分。那分辨率呢？影时最高可以录到 8K， 大疆呢最高只能录到 4K。GoPro 呢最高能够录到 5.3K， 所以纯看分辨率的情况下，影时拿2分 ，GoPro 拿1分，大疆这个不得分。但是分辨率我觉得并不能说明一切，因为下面我讲帧率的时候，大疆又可以搬回一层。那首先 Action 5 Pro 呢，它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分辨率、任何比率，也就是你无论是拍16:9还是4:3 Open Gate， 都可以录制120帧的升格画面。而影时的这个 Ace Pro 2呢，它虽然说纸面参数能够到8K， 但是它 8K 只能到30帧，你要是要录升格的话，也就只能回归到 4K。那在 4K 模式下，它直出709色彩才能录到 4K 120帧升格。你要是拍灰片 log， 它最多只能录到 4K 60P， 或者你要拍4:3 Open Gate， 它也最多只能录到 60P。而这边 4K 120灰片完全没问题，所以说它这边你要录高速升格蛮多限制的。那 GoPro 其实也是类似，它有不同的限制。那 4K 16:9的 log 灰片可以拍120帧，但是无论你要拍8:7 Open Gate 的 4K log 灰片，还是5.3K 的16:9 log 灰片，
都只能拍最高到60帧。更普通的就是你如果要拍8:7的 OpenGate 5.3K 的 log 灰片，你最多只能拍到30帧每秒。所以在分辨率或者 OpenGate 这种限制下，看他们3个来说，虽然说之前在分辨率上得分大疆缺失了一些优势，但是在帧率方面它完全扳了回来。基本上在每一个参数下你都可以拍满120帧升格。然后超慢速视频模式下，新的大疆的固件最多可以录到960帧超级慢速。那这个960帧并不是真的原生960帧，而是通过120帧或者以上帧率的原始素材，在机内进行光流法的补帧来实现的。大家可以在回放里面看到高帧率的视频旁边会有一个蜗牛的图标，你点一下它就会开始自动光流法计算。但是要注意，如果你拍的是移动很快的东西的话，光流法补帧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残影。虽然它机内原生最高也就是到 1080p 的240帧，但是至少有这个选项。GoPro 这边呢能录到720p 的400帧超慢速，影视这边最慢的速度是240帧，所以帧率这边2分毋庸置疑给大疆，然后1分给 GoPro， 影视这边不得分。好，那我再讲一下锐度。那锐度的话，我测试了一下 GoPro。它的锐度有3项，分别是高、中、低。那高肯定是过度锐化，我直接排除掉。中和低呢，我会发现中还是太锐，低又非常的肉。GoPro 的3个锐度选项里面，我并没有觉得哪一个是我特别喜欢的，我会更希望它出一个在它的低和它的中间的一个值。大疆这边呢，它有5个选项。-2、-1、0、1、2，我个人觉得0和-1会比较适合我一点。大疆这个确实有比 GoPro 更好的选项。影视这边呢，它也是3个选项，低、中、高。中我觉得会比较舒服一点，低也是比较肉，中是会比 GoPro 要好。然后高也是太锐了。这边来说的话，2个国产品牌都有看着比较舒服的锐化，但是 GoPro 没有，所以 GoPro 不得分。然后2个国产品牌都各得1分。那锐度这一项没有2分的机子。那还有一个就是作为调色师，我非常注重的色彩科学。那色彩科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后期调色的时间成本。这边测试下来呢，我有测试709直出，还有 log 灰片。那709直出并不是我一个主要考量的东西，但是我也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709色彩实在是太鲜艳了。后期的调整空间也比较小，数码感太强，所以我这边不做太多的评价。那我们把侧重点放在 log 灰片上。我这些拍摄素材呢，都是 log 灰片套上了各自官方的还原蜡，并没有做我自己额外的调整。那首先我会发现 GoPro 无论它是在709直出还是灰片还原之后，它的颜色都偏暖，我不知道为什么。那3者我全部设成自动曝光和自动白平衡模式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 GoPro 这边我所有的测试素材它都是偏暖偏橙黄色。GoPro 的色彩科学在我这边并不讨喜。那2个国产品牌相比之下就正常很多。那2个里面呢，我会观察一些细节之后给出一个我自己的判断嘛，就是色彩科学其实大家会比较注意的是3个锚点颜色：肤色、天空和绿叶。只要这3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色彩科学。那首先看一下蓝色吧，天空。那天空的话，我会觉得大疆这边颜色会更通透一点，它蓝色会更舒服一点。绿色这方面 DJI 也是相对于会自然一点。那肤色也是我最关注的一个颜色，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素材，我个人会比较喜欢 DJI 的颜色，因为我作为亚洲人来说的话，它拍出来我的肤色会更红润一点。那影视这边的肤色，色彩科学有点像索尼的颜色，会稍微的偏黄绿一点，所以色彩科学这一项2分我会给大疆，1分给影视。GoPro 这边还是不得分。那作为调色师，我还有一个很注重的地方，就是色深，就是所谓的8比特、10比特嘛。那这一次呢，影视相对来说吃了点亏，它只能录制8比特的视频，所以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断层，在渐变比较明显的时候。DJI Action 5 Pro 和 GoPro 13都有10比特，也就是10.7亿色的颜色，8比特只有1600万的颜色，所以差蛮多的。那色深方面，影视我就不给它分了。那这2个都能录制10比特，所以这边2个都给1分。那作为专业用户，我拍视频，哪怕是这样消费级的运动相机，只要有灰片模式，我都会拍灰片。所以我现在来谈一下 log 灰片的一些使用感受。那首先，他们3个都能拍灰片，但是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差别。那 GoPro 我觉得它是设计上最有问题的一个，因为它给了灰片这个选项，但是它不给709还原预览这个方案。也就是说，你拍灰片的时候，你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低对比、低饱和的灰片。当你在室内看还可以吧，
但是你一旦在室外那种大太阳的环境下看这种灰片原素材颜色很吃力。两个国产品牌他们都有内置的还原的机制，但是饮食这边呢，它在极个别的拍摄模式下，这个709预览是无法启动的。比如说地平矫正或者360度地平锁定那个模式下，灰片也是跟 GoPro 一样是没有709还原预览。那 DJI 这边每一个 log 模式下，它都能够让你看709预览，蛮讨喜的。就是整体的体验下来，我对它的 log 拍摄的好感度是最高的。那刚刚在分辨率那边也说了，它在 8K 视频或者是 4K 超过60帧，60帧 OK， 但是超过60帧的时候就不能拍 log 了。所以 log 体验这一项的2分我给 DJI 的 Action 5 Pro， 1分给影视的 Ace Pro 2， GoPro 又不得分。我记得我已经说了好几次 GoPro 不得分了吧。那续航方面，根据每个人的用法，然后每个人拍摄的分辨率不同，那其实多少都会有点不一样。那我拍 4K 30P 的话 ，DJI 这个大概能拍到将近3个小时那这2个呢稍微短一点时间吧，2个小时左右。GoPro 会更短一点，所以续航方面2分给 Action 5 Pro， 1分给 Ace Pro 2， GoPro 不得分。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个人使用习惯上的一些小功能，那我这个就不评分了，但是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他们3个都有快速录制的功能。快速录制就是你在关机状态下，你就摁一下录制，他们就会马上开始录制。那 DJI 这个比如说你是长时间不用，比如说过了1个晚上再开机，或者是换电池之后的第一次开机，它的快拍等待时间是比较久的，因为它是从深度关机到开机的状况。但是，一旦你第一次开机之后，你接下来的一整天，除非你换了电池，基本上来说，你只要摁一下，它就会在极快的时间内开始录制。这2个，它们都是要真的开机，它这个我觉得它是在后台待机，所以这2个快速拍摄，它都要等个几秒钟，而大疆这个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秒摁秒拍。那这个对于我这种奶爸抓拍生活来说，我拍我小孩确实是能够很激动、很快速的拿到、拍到。我觉得会比什么来的都更重要，但这个太主观了，所以我这一项不参与评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疆它就算是标配，它也会给你配这样一个兔笼。那这个兔笼呢，它的好处是它能够让你在侧面也多一个支架卡扣，也就是说，你如果是速拍爱好者的话，它可以直接给你提供一个原生的速拍解决方案，不需要额外再买第三方的配件。那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独有的功能，就是人物追踪模式，你可以拍出一些比较动态的画面，哪怕没人帮的运镜，它也会锁定你在画面的中心。那还有 Action Pro， 它还有内置40多 G 的存储空间，哪怕你今天忘记带卡，你也不至于说录不到东西。饮食这个 Ace Pro 2这边呢，比较有意思的功能有一个是暂停录制的功能，就有点像短视频的拍摄功能一样，你可以分段录制，录出来就是一个视频文件，但是里面有你暂停的好几个不同的拍摄。还有就是你在拍摄的时候，它也可以像手机一样同时拍照，这个也是其他2台都没有的。还有就是你拍完之后，在相册里面还可以选择继续录那个视频，也就是接进去录，也是只有一个文件，但是有不同的几个拍摄。然后它还有行车记录仪模式，这个也是挺特别的，还有不同的使用场景预设，让更多普通用户来快速的体验不同的场景。GoPro 这边呢，这种小的设计小细节就没有很多，就是一台中规中矩的运动相机。这些额外的这些功能比较主观，我就不评分了，大家看一下哪些比较适合你吧。所以最后总分看下来，我这边横评的结果是大疆这个是最适合我的，但这个评分有些东西确实是很主观的，那这个大家自己辩证着来判断。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那这次评分的结果，2个国产品牌，说实话我觉得都不错。那最让我大开眼界的吧，就是 GoPro， 因为它作为这个类型运动相机的开山鼻祖，我认为现在 GoPro 13的工艺水平真的不像一个2024年，它应该是2024年出吧，不像是一个现代的产物。你如果说这个是5-6年前的产品，我觉得它没有问题，但是放在2024年，现在2025年来看的话，这个产品的工艺标准，我觉得还是有待提高的。国产的这2台确实是给了 GoPro 不小的压力。说实话，以前我不会特别的选择用运动相机，因为他们的 CMOS 尺寸就这么大，画质也就那样了。我不会说它画质和微单能够打得有来有回，但是小小的机子确实有它的好处，它能够拍出很多我大的相机拍不出来的画面。当你手忙脚乱，当你手足无措，当你为了身边的人和事腾不开双手的时候
运动相机还是可以在一旁默默的记录，小心翼翼的不去打扰你。与其说运动相机解放了你的双手，不如说它带你进入了这个故事。你可以放心的跑，放心的笑，放心用你的目光去接触你眼前的人和事。你不用担心构图，你不用担心曝光，你不用担心它摔坏，你不用担心它进水。它就是那个可以陪着你好多年，小小的、硬硬的，在你裤裆里的好朋友。好，那这一期3台主流运动相机的横评就这边，希望能够帮助到正在挑选运动相机的你吧。我们的 QQ 教群在视频简介里面，欢迎加入讨论，有空来做。